我那儿子头一次进梁家，就是你凯之带去的。也对，你现在是孩子的继父。即使你不娶淑红，我也会让你做孩子的干爹。那可不一样。不过，我总觉得淑红是在有意报复我，挑我最在意的朋友下手。屠方，这你就冤枉淑红了。是我主动。你知不知道？这样一来，你我的关系就不可能像从前那样了。这是什么逻辑吗？我们不谈这个了。张副官，把此次行动命令拿来。杨同志，有。这是诏命批准的第6镇在永平秋操的行动方针，望你部严格照此执行。是，总监督大人。武昌加急电10万火急，武昌新军哗变，叛军4000人已占领总督衙门，湖广总督瑞成撤至兵船上，开往何处不知。本将现据守城外观察事态演变，请示平乱办法。武昌第8镇统治张彪。武昌加急电。是我，七爷呀，怎么了？慢慢说，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念，慌什么？
你们是干什么？立正！弟兄们，我们请李彦同做我们的都督可好？好！仓库在哪儿？在这。让你他立刻清理随营，全部没收，有余得令。各位，自光绪32年这张德秋操以来啊，咱们北洋陆军呢就形成了一个惯例，这每次大操啊都得西餐开场，吃牛排，用刀叉，喝法国红酒啊，脖子上呢还得挂这么一块尿布。这他妈也不谁定的规矩，这不崇洋媚外吗？这不是啊！你们说，这西洋的东西就这么好，不就那么回事儿吗？咱就说这牛排吧，啊，腥气不说，这带着血，这还切不动，这跟块抹布似的，这有什么好吃的？我说老李啊，你就别骂街了，你是端起盘子吃肉，放下这刀叉就骂人，你不地道啊你！我问你，当年这张德西餐一碗，是谁把人家西餐店的刀叉装口袋带回家了？等会儿还有呢，就连这抹黄油、吃水果的小刀小叉，他可都不放过啊！银质的，值几个钱是不是？有这事儿，我不记得了。老李啊，你是真没印象还是假没印象啊？是啊，来喝酒，来，过去。海石啊，这个当时你也在场，你可得给我作证啊！我理解，这李将军留那刀叉并非贪财，只不过是想拿回家做个纪念。弄的裤兜子里啊都是黄油。刚刚说什么笑话呢？这么闹腾？哦，这老李在发表西餐感言呢。哦，什么感言？李将军觉得牛扒的味道好极了，一份不够吃。是吗？那我这份也给你吧。李将军啊，多吃点。总监督，秋操的安排没什么变动吧？刚刚接获讯息，武昌发生武装骚乱，武昌汉阳已完全落入叛军之手。我们与武汉的所有电报联系全部中断。已经接到诏命，停止永平秋草。参演各部立刻返回原来驻地，等待命令，不要轻举妄动。
跟着！撤！梁大人到！陶贝勒电令我，今天就得返回北京了。没想到此次秋操刚开始就杀北了。你们忙你们的去吧，我有事要向杨同志交代几句。凯志，你我自打上海见面，已经亲密相处10年了。其实这10年所有的磨练，都是为了今天。干嘛这么说？不能不这么说。武汉事态的严重程度，比我对你们传达的要严重得多。是吗？我在朝廷中枢工作了3年，脑袋里头一堆数字，这些数字在告诉我，我们的国家正面临着崩溃的危险。这么严重？据我了解，湖北的财政总额已达到了上千万元巨额，现在已完全落入了叛军手中。这么大一笔钱，完全足够买下整个下江地区的中城。更不要说，汉阳是全国最大的兵工厂，武昌的军火库原先就存放了从德国买来的79毛瑟枪1万余支，从日本买来的65步枪15000支，再加上汉阳兵工厂所生产的几万支步枪，以及山炮、野炮、要塞火炮，如此巨量的军火，足够让叛军在3天之内扩充出5个县的兵力了。所以，朝廷想要扑灭武昌的叛乱，必须派出北沿路军主力，否则再无别的办法。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，第6镇返回驻地，是为了新的调动。你放心，我第6镇返回驻地以后，随时听候屠方的命令。这就不好说了。就这会儿，内阁大臣们正在定夺率军南下的北洋统帅。庆亲王听命，让袁世凯重新出山。袁世凯重新出山？我已经发电表达了我的态度，自请率军南下，但被授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所以我给陶贝勒递了一条红线，让其务必转达给摄政王，即便我不能当选，也绝不能放袁世凯重新出山。还真是生死关头啊！所以，对第6镇来说，我和陶贝勒就只能依靠你凯之了，其他人都不可信。你就看着吧，一旦袁世凯重新出山，吴协同和李仁俊将是他的当然死党。屠方，不瞒你说，就在刚刚，我已经有了一种与狼共舞的感觉。说实话，凯之，在我眼里，你又何尝不是一只狼呢？
你这是说笑呢？我是认真的。那你说清楚，我是一只怎么样的狼？你自己清楚。我不清楚。即便是，也是一只与我亲密共舞10年的狼。你不要笑。我劝你杨凯之继续保持理性，你明白吗？武昌起义带来的震动极大，好多青年官佐都像打了针吗啡似的兴奋极了。只兴奋可不行，他们愿意为革命牺牲吗？第24标的风寒海部，我有把握能拉过来。凯之，如果你再能说服任局，那整个第12协就齐了。我看大麻烦是第11协，吴这个人冥顽不化。那咱就由下而上，先策动有革命倾向的少数青年军官，再缴了吴的枪，然后再宣布改组第11协指挥舱。也只能这样了。关键是要看时机的选择。这样，你立刻派信得过的同志去武汉，与革命军方面取得联系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报告，李协同到。进。科长，我瞧着不对啊。怎么不对了？我刚从车站来，铁路告诉我，运输计划上的第20镇跟第2混成协都按兵不动地待在滦州。他们想干什么？是吗？有这等事儿？报告，北军军资府梁湘将军传电。念。内阁大臣们议定，由陆军大臣殷昌督师率北洋陆军主力南下平乱，你部第11协即刻编入第2军，受殷昌大人指挥，跟随南下。完了。电报签署人梁湘将军。那咱们的第12协呢？继续返回驻地吗？回梁湘将军电，第6镇统治杨凯之请示，是否可以亲率第11协赶往武昌前线？发完了吗？是，同志大人，已经发完。来人，哦。通知吴协统，第11协行军方向改变，让他们在原车站休息，随时听我命令。是。
军部殷昌大人回电。念。你部第11协原地装车往河南开封集结，向第2军报道。杨同志所请精神可嘉，如坚持意愿，可来我指挥部报道。第11协仍由吴协同指挥。电报签署人陆军大臣殷昌。千里兄，看来咱哥俩又得一道了。对嘛，一个镇就2个协，不亲率他11协，你去干嘛？就是到他总指挥部，也就当个参谋使。啊，千里兄，你帮我分析分析啊。上面的人总是想剪掉我杨凯之的翅膀，一心想让我这一镇统治跟自己的部队分开。为什么？五楼兄，哎，你是身负重任啊，朝廷的安危全看你了。七爷，五楼命为使命，但你哥哥还是情急了点，今国大事太急了，也不太好啊。明白明白，摄政到那儿我会替你周全的。土方，那第6镇的人还是要当心呐。杨凯之，我稍作刺探，那人力是缩了回去，从此不再提去武昌之事。换了我也不干呀，放着统治不做，跑来做你的跟班。我怎么可能让他带兵武昌呢？那不是把王八放回大海吗？没那么严重吧？还是防着点，毕竟此人手上还掌管着第12协，而且就在京畿重地。五楼放心，回头我拿到他兵权就是了。土方，找个理由。军政府都督黎元洪通电全国，宣告武汉3镇光复。看报看报，来份报纸。好。看报看报，看朝廷陆军大臣殷昌率北洋主力南下平乱。来份报纸。来。应是啊，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。你的商船行不行啊？进汽车，进汽车。把点心送到那边去。来来来，快点快点，跟紧了，吃点水果哦。叔你太辛苦了。哎，哪有哪有，都应该的。阿华呀，快点啊，把茶水给添上。哎，好的好的。回来了，走。怎么了？跟赶大集似的，全是生面孔。你就别问那么多了。
老爷子做了一辈子的顺民啊，做够了。这武昌一声春雷炸响，惊蛰时节到了，地底下过冬的虫子、蛤蟆一类的，可不得出来蹦跶蹦跶。怎么都是你这样的穿山团制服的？不是要动武了吧？我们在浦东快2年的苦训，为的就是这一天。行啊你。男儿不展风云志，空负天生8尺躯嘛。也就是说，上海即将响应武昌。已经决定了，武装光复上海。你回来的刚刚好。哎，怎么着？见着情郎了没？凯芝怎么样了？谁跟你说的？你让我很失落。你怎么就看不上我呢？我很受伤，真的很受伤。你说，当初你在安庆没看上我，行啊，我努力啊。日本军校也上了，武装革命也搞了，怎么就是看不上我呢？别骗了。不是，你得把话说清楚啊！我怎么就不够格了？不就是一第6镇统治吗？也就官比我大点儿，手上人马多了点儿，那有什么的呀？我这势头一点也不比他杨凯之差。告诉我上哪能找着黄克强，我要向他汇报第6镇经济地区的进展。恐怕你找不着他。哟，还真打上官腔了，宋晨。黄兴前日就前往武昌了，已经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。你现在归我领导了。你？我怎么就不能领导你了？商团里有几千号人，全是我训练出来的。我是主教官，也就比不上他80万禁军教头林冲了。行了，别贫了，说正经的，你爹都怎么安排的？开个玩笑啊！动枪动炮的事，女人能做？能做我也不舍得你做呀。能不能正经点？行，我去叫你的领导过来给你安排任务。哎，你对他恭敬一点啊！这老头官瘾大着呢，现在已经成了同盟会上海的财政部长了。小人们，您这身打扮还真像个财政部长。你听宋晨的，我是个想当官的人吗？真想当官，光绪21年我就做了，还等到今天。凯芝怎么样了？分手时没料到形势发展的如此之快，所以原有的情况恐怕……中午刚刚得到消息，参与秋操的北洋陆军第20镇和第2混成协拒绝朝廷命令，在河北滦州联手发难。是吗？那凯芝的第6镇呢？暂无消息。需要我做什么？我现在的工作地点在宁商总会，你和我一块过去。我需要一个助手。属火，上海将呼应武昌，实现光复。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。对于张绍曾和蓝天卫的在京亲属要优待，绝不可以骚扰他们。毕竟第20镇和第2混成协没有任何过激的举动，要给他们时间，别逼急了，逼急那就真反了。这是谁的意思？当然是掏贝勒本人的意思。他出去了，我全权代表他。对，我全权代表他。董放，你如此手下留情，是因为此2人均为你的留日士官同学？他们既不返回奉天驻地，又不南下平乱，反而发电朝廷要求君主立宪，这是兵谏呀，性质严重。陶贝勒，我看你只知2-5，不知1时。当下性质最为严重的局面是什么？你看出来了没有？我听着呢。
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最为险恶之地，既不在武昌，也不在滦州，而在环上村。环上村，袁某人，没错，就是他袁世凯。土方，此危急之时，你我不能念旧日之恶，那也太靠背了。棋下到这步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也是。武昌战事一出，满朝如无头苍蝇一样分无定见。也因此，在英昌出发当天，参战的冯国璋专程去了一趟环上村。这什么意思？当然是去请示方略，大主意还得他老袁拿。接下来的事情就蹊跷了。这都几天了，先头部队到现在还没有进入湖北。英昌县的人在哪儿？还在信阳的火车上。我们的陆军大臣是在六邈还是在作战？对呀，我也纳闷了，这帮人在等什么？等什么还不明摆着？整个南下之北洋主力做出了与其实力完全不相符合的懈怠，只能理解，他们在等待一位新的统帅出现。你是说，他们在等袁世凯？不然你以为庆亲王提名老袁出山，只是病急乱投医？喂，王爷，是我。七爷在呢，王爷稍等。哎，五爷，我老七。哎，你说我听着。什么？我知道了。王爷怎么说？还真让你给说着了。已经下谕令了，请袁世凯出山，任湖广总督。这不是放虎归山吗？不行，我得亲自去找王爷谈一谈，绝不能给他袁公榜以军事权求。杨大人，快点！快点！花儿跟上来！王爷，请用膳。屠方还在呢，叫他过来一起食用。这。王爷，坐，一块儿吃。
听七爷说，你似乎有些话要跟我说。还是不说了吧。为何？我没想到这么快，情况便急转直下。似乎电战已经开始。电战？是电战。自电报在大清广泛使用以来，还是头一回成为造反者手中的利器。他们使用电战，从武昌开始，把叛乱的信息与主张，像瘟疫一样在全国范围内肆虐传播。接着便是湖南、陕西、江西、山西、云南。我估计着呀，还会有其他的省份加入进来，其传染速度跟电报的传送速度相同。鱼刺儿也太多了。端走，端走。接着说。问题就出在这个节子上。节子？满盘残旗于节子的节子。你是说武汉三镇？是。武汉三镇，正是我与革命党之间最大的节子。你说对了。最令我头疼的，就是这个节子。革命党找了5、6年了吧，一直想找到一颗能与我们打劫的节子。安庆徐锡林，绍兴秋瑾，广州的黄兴，想找的却都未能形成相持，不能相持，也就无法形成节子。可这一次在武汉，他们找到了。如果武汉成为了中国的巴士底狱，那么大清潜伏着的所有危机，都有可能被这个节子诱发出来。且把我的梦葬在黎明，沉睡的黑夜才会苏醒。千年的迷雾，深锁成路，生死前途，慷慨奔赴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
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回首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句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回首峥嵘，雪洒从容。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回首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